放心吧，你嫂子是个傻瓜，什么都听我的。无意间听见婆婆在和小叔子打电话，我惊呆了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顺从和善良是傻的代名词。那套陪嫁房，妈一定给你弄到手，你只管把心放回肚子里。我失望至极，3年的隐忍，看来这次终于撞南墙了。我只用了一招顺水推舟，3个月后，婆婆一家简直生不如死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的婆婆有2个儿子，并且我嫁的是大哥徐良，一个窝囊的男人。当初恋爱时，我被徐良温文尔雅的态度所吸引，心想找一个温柔的男人总不会错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否则就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谈婚论嫁时，未来婆婆的强势就开始出现端倪。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，彩礼一般是6.6万或者8.8万，图个喜庆。姑娘啊，你和我们家老大是自己谈的，本身有感情，彩礼就不给了。这样吧，阿姨把传家宝给你。准婆婆顺手从手上摘下一枚戒指，银的，高高兴兴地套在我指头上，并且说好，从此以后就把我套牢了。当初父母认为，只要南方人老实、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只要家里有一个搅屎棍，那就有生不完的气。徐良的弟弟徐成，在我们结婚时还在念大专，是个婆婆眼中了不起的高材生。他的学费、生活费全由徐良供养。然而，由于徐良没有房子，我们租房结婚，每月养家，给婆婆的钱自然少了。时间长了，婆婆把主意打到了我父母那里。亲家，我大儿子命苦啊，当初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，他把机会让给了弟弟，否则如今也飞黄腾达了。婆婆一上来就上演苦情大剧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哭得无比凄惨，把我爸妈搞懵了。你看他们结婚，我也没能帮上忙，以后有了孩子，也没办法让大孙子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我想起来都睡不着觉。婆婆拐弯抹角，意思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希望我爸妈想想办法，给我们小2口弄套房，并再三强调我父母有本事，能者多劳。当初你们家没房没车没彩礼，这种我们也没嫌弃，也嫁了。谁知道现在居然还来扑我们，这不合适吧？我爸妈一听大为光火，嫁女儿倒贴到这种程度，简直是闻所未闻啊！但是他们毕竟心疼女儿，也觉得靠徐良一个人挣钱买房，还要贴补婆家，可能到老他也买不上房。于是想了个折中的方法。我们手上有一套120平的房子，前几年买的，价值150万，但前提是这是陪嫁给女儿的房子，你们不能跟着掺和。父亲这一步棋实际上是以退为进，他早就看出婆婆的占有欲以及徐良的懦弱，想让我们日子舒心，只能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果然，婆婆愣住了。自古儿子给父母养老是天经地义，虽然我老头死了，但也不能这么欺负我一个孤老太太呀。婆婆的哭腔刚起了个调调，立马被父亲制止了。他早就知道对方要来这么一招，你不是还有小儿子吗？什么资源都给了小儿子，就别盯着大儿子一个人吸血了。婆婆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其实她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只是又当又立习惯了而已。最终她哭一阵闹一阵，勉强点了点头。很快我们简单装修后住进了陪嫁房。因为我爸妈有话在先，婆婆很是消停了一阵子。然而几个月后，她又开始作妖了。那天我出差刚回到家，还没等进门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只见好好的房子，
走廊上堆满了垃圾和废品，散发着臭味，引来很多苍蝇，左邻右舍对我指指点点。徐良，怎么回事啊？家门口弄得像废品收购站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和小叔子从房间钻了出来。小平回来了，妈给你做了喜欢吃的糖醋鱼，快洗手吃饭了。我看了看沙发上的被子和堆成山的行李，转头望向徐良，他赶紧心虚地把眼神挪开了。你可别怪我儿子，是妈自作主张要来的，不愧是变脸高手。刚刚还喜气洋洋的婆婆，看我不高兴了，立马落下泪来。我知道当初答应过你爸妈，不来和你们挤着住，但我想我大我儿子了，经常想得流泪。他掀起围裙，抹了一把脸，然后偷偷观察我的反应。这不，你弟弟又来城里打工。我心想，当初我答应不掺和，但没答应你弟弟不能来，所以就没跟你商量。紧接着，婆婆亲热地拉住我的手，红脸唱完，该唱白脸了。你看，以后我白天捡废品，晚上给你们做饭，就来当个保姆老妈子。你弟弟也乖乖上班，不碍你们的眼还不行吗？他说的情真意切，要不是之前几次交手的既有印象，我恐怕就相信了。老婆，你不要老是把我们家人都当成坏人。你看刚刚进门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，都把他们吓着了。徐良粉墨登场，开始敲边鼓，暗指我不容人，让他家的人难堪。百善孝为先，我对你父母就像对自己的亲爸妈一样尊敬，你也就让一步吧。徐良说的倒是实话，他对我爸妈一直不错，我爸生病也是他端屎端尿，这下我心软了。住进来可以，我们也愿意尽尽孝心，但是大家和睦相处，别吵架，要是有了矛盾，大家脸上都难看。见我那么容易就点了头，婆婆和小叔子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似乎很是满意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开始了一家4口在一起生活的日子。婆婆也做饭，但她以买菜为由收走了徐良的工资卡。慢慢的，我也习惯了家里小叔子的臭袜子和脏衣服，习惯了门口废品的脏乱。婆婆坚持要捡废品，怎么说都不听。磕磕绊绊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小叔子有些奇怪，他并没有像婆婆说的那样去上班，而是每天待在家里打电话，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，似乎在谋划什么。那晚我起床上厕所，偶然听到婆婆和小叔子的对话，脑子瞬间炸开了。妈，我那个生意马上要签合同，钱还不知道从哪里来呢，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把你嫂子的陪嫁房卖掉，100多万呢，那嫂子能同意吗？你放心吧，她那个傻子什么都听咱们的，不仅是房子，以后他爸妈的财产也都是咱们的。我懵了，原来善良和忍让在他们眼中就是傻，那我算什么？而且听他们的口气，这件事徐良也知道这件事，他们下了一盘棋，目的就是吃我这个城市独生女的绝户，吸我的血。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平啊，你弟弟手上有个好项目，稳赚不赔的，听说1年能赚200多万，你看能不能先把你的陪嫁房卖给我？妈这里有5万块钱，都给你，算是房款，以后赚了钱咱们全家分啊。第2天晚上，面对婆婆家3个人的殷切眼光，我微微一笑，立马答应了。行啊，都是一家人，我的就是你们的，赚了钱买更大的房子。婆婆和小叔子万万没想到我答应得如此干脆，愣了1秒，随即绽放出绚丽笑容，忙不迭把5万块钱打到了我的银行卡。我就说这儿媳妇没白娶，你就是我们家的福星啊！我也跟着笑，笑得看上去傻兮兮，或许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吧。然而不出3个月，
我要他们哭都哭不出来。在得知婆婆一家正在谋算我的陪嫁房时，我就悄悄查看了小叔子的手机，发现他忙活的根本不是什么生意和大项目。小叔子手机里满满都是赌博网站，他已经投进去好几万，但赔得血本无归。看来这小子还不死心，还想用我的房子继续搏，甚至可能因此说服了婆婆和徐良。而徐良自始至终和他们穿一条裤子，根本不在意我的想法和处境。那行吧，我要把他们当成垃圾全扔出去。嫂子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去中介登记，把房子过户给我和我妈？来不及了，直接卖吧，赚钱机会不等人啊。那天小叔子来催我，我以工作忙为由，让他再等等。当天晚上，我发现小叔子已经开始借网贷，这是个好兆头。我需要再加一把火。嫂子，合伙人那边实在等不了了，5万块我妈也给你了，房子再不卖，赚几百万的机会转瞬即逝啊。小叔子脸色不太好，面对巨额债务，或许此时我的房子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行啊，今天我正好有空，咱们一起上中介，争取3天内把房子卖掉。我大大方方地跟着他们到中介估价。婆婆眼看100多万要到手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姐，您这套房子是您和您父亲2个人的名字啊？是吗？哎呦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呢。我假装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，随后告诉婆婆，或许是当初购买时要用到父亲的住房公积金，于是房本上有2个名字。这也简单，只要您父亲来签字，房子就能交易了。于是徐良又风风火火地把我送回了娘家，希望尽快得到岳父的同意。你说，咱爸知道你把房子5万块钱便宜卖给了小叔子，会不会生气啊？呵呵，他也知道这件事的荒谬啊。我不动声色，让他先回家，我先劝劝我爸妈。徐良赶紧如释重负地跑了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和我父母持续失联状态。婆婆带着2个儿子上门找了几次，都没人在家。其实我早就算好时间，用5万元把父母带到国外玩了一圈。等到小叔子拆东墙补西墙，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，我回来了。他们只等来了我的离婚协议书，以邮寄的方式送达，我本人没露面。老婆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不是说好房子卖给我们了吗？没有这100多万，我妈、我弟弟甚至我都要跳楼。你也知道，5万块买100多万的房子是荒谬至极的事情啊。那你猜，要是打官司，法官会支持吗？电话里，我声音很冷，这恐怕是徐良难得一见的另一面。当我好欺负，我告诉你们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婚离定了，其他事情交给律师处理。我直接把那不要脸的一家子全部拉黑了。在我们的离婚判决下来的那天，我得到一个消息，前小叔子徐成因为欠债不还被人起诉进去了。前婆婆哭得昏天黑地，而前夫显然后悔了。在我们离婚诉讼期间，没事就来我公司门口哭一哭，求求你老婆，救救我们全家人吧。再这样发展下去，我们只能去大街上当乞丐了。呵呵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他和他母亲弟弟一起欺骗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今天呢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